团队换上更强的模型，提示词越要少，因为每多一条规则，都在抢同一份注意力。一个团队把旧提示词原样搬了过去，必须严谨，搜索5轮，反思3次，按模板输出，模型忙着照流程走，真正的目标却被埋住了。这条视频讲清2个问题：长提示词为什么拖累 agent？ 任务合同该写什么？目标、证据、权限和完成标准，让模型在边界内自己推进。先把范围说清楚。这里讲的是系统提示词，也讲连续调用工具的 agent。普通的一问一答，需求还是要交代完整，字少不是目标，有效信息多才是目标。最近有2组结果很有意思。Cloud Code 的团队成员哈里克分享过一次删减实验，他们删掉约80%系统提示词，编码评测没有可测下降。OpenAI 发布了一份指南，对象是 GPT 5.6，里面有一组内部测试，提示词精简以后，编码 agent 的评测提高了大约10%到15%，总 token 至少少了41%，最高少到66%，成本至少降了33%，最高降到67%。这2组实验不是一回事儿。任务样本和模型都不同，数字不能放在一起硬比。OpenAI 也提醒得很明确，这些结果只代表方向，所以80%不是删减指标。每个团队都要用真任务重测，真正值得拿走的不是某个删减比例，而是提示词的写法变了，少替模型安排每一步，多写清目标、证据、权限，还有什么结果算完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先看模型实际读到了什么，系统提示词和工具定义、skills、项目说明和历史对话，再加上检索资料和本次要求，这些内容会一起进入上下文。上下文窗口变大，只代表能装下更多内容，它不保证每一段信息都能被稳定的用上。Anthropic 对这个机制用了注意力预算这个说法。你可以想象一次项目评审，产品、研发、法务、销售轮流讲了2个小时，一半内容重复，还有几条要求互相冲突，最后要回答的是一个问题：今天到底要解决什么？模型面对长而乱的上下文，处境也差不多。有向长上下文研究到 Lost in the Middle， 他也观察到类似现象，信息被埋在长输入中间，模型不一定能稳定抓住，装得下不等于抓得住，所以长本身不是问题。合同原文、数据和技术文档该长就得长，该删的是重复提醒、过时经验和装饰性要求。判断一条提示词该不该留，要看它会不会改变模型行为。再看第2个变化，早期模型不会稳定规划，人只能把任务拆得很细，先做第1步，再做第2步，搜索几次，反思几轮，提示词像一只旧遥控器，人得不停按按钮。新一代 agent 更会理解意图，也更会选工具和调整路径，这时还把过程写死，就可能挡住更好的办法。你规定了模型要忙多久，却没说什么结果才有用。比如要比较3款会议工具，给20人内容团队选一款旧写法，要求搜索5轮，反思3次，再写详细报告。模型可能真的搜满5轮，但比较维度完全不对，也可能第3轮证据就够了，后面只是在机械凑数。换成任务合同，先把5件事写清楚，目标是什么，允许使用哪些资料，权限边界在哪里，最后交付什么，什么情况算完成。刚才的会议工具任务可以这样交代：目标是选出一款合适的产品，依据看转写、协作、价格，还有数据隐私，资料以当前官方信息为准，权限也要写明，可以读取和比较资料，但不能注册、购买或开试用。交付要有明确推荐，还要给出依据和主要风险，证据足够就停止，缺少关键信息再提问。这里分工很清楚，人负责定目标、划边界，还要规定验收标准，具体走哪条路，可以让模型按现场调整。自主不是放任，而是在边界内自己推进。第3个问题是规则冲突。一条 agent 请求里，规则可能来自很多地方。系统提示词要求主动写文档，某个 skill 又说不要加注释，项目文件要求保持现有风格，用户这次还要解释设计思路，每句话单独看都有道理，拼在一起以后，模型只能重新猜优先级，哪条是硬约束，哪条只是默认偏好，哪条被本次要求覆盖了。规则越多，这种判断成本就越高。很多绝对规则还是旧模型时代的补丁，模型某次做错一件事，团队就加一句永远不要做，后来遇到相反问题又补一句必须这样做。如果没人清理，系统提示词只会越来越厚。边界当然不能全删，安全、隐私、付费、删数据这些动作要设硬边界。要不要搜索、何时提问，应该写成清楚的触发条件。风格和文件组织让模型参考当前项目，工具已经写过的参数不要再复制到主提示词。OpenAI 的新版指南把边界拆成3个部分，什么时候搜索，什么行动可以自己做，什么情况代表任务完成，本地可回滚的工作，模型可以继续推进。发邮件、购买、删除数据，碰到这些动作就先确认。提示词变短以后，专业知识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个时间进场。Anthropic 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Progressive Disclosure， 中文可以理解成按需加载。先给模型一张能力菜单，任务需要某项能力，再加载对应 skill， 参考资料也在这时进入。这就像先看菜单，点中以后再上菜，不是一坐下就把所有菜堆满整张桌子。Agent 系统可以分成几层，主提示词只留产品身份、核心行为和通用边界， skill 的名称和用途常驻，完整流程触发以后再读，少用的格式表和长案例
放进参考资料区。工具也按任务动态开放，例子不用全部删除。真正有用的示例会承载明确的产品要求，它可能规定输出风格，也可能修复过评测失败。如果理由只是以前都这么写，那就不该常驻上下文。那一份很长的旧提示词应该怎么改？不要先追求删掉80%，动手前先定义2件事。什么叫任务完成？什么算关键错误？关键错误包括越权和误删，也包括没有依据的结论。然后跑一组固定的真实任务，留下原提示词的基线结果，至少记录完成率和关键错误，再记录错误工具调用，还有总 token 和成本。后面每次修改都用同一组任务比较。第一步，圈出高价值信息，目标、资料、权限、交付和完成标准，先保留能回答这5个问题的内容。这一步是在找骨架，还不是追求句子短。第二步，找重复句，必须准确，不要编造。不确定时不要猜，使用可靠证据。这些话可能在重复一件事儿，可以收成一句。结论要有证据，证据不足就说明缺口。第三步，把少用细节搬出去，代码审查清单放进代码审查 skill， 财务核验规则放进财务核验 skill， 工具的完整参数表留在工具定义或参考资料区。主提示词只负责一件事，告诉模型何时去找这些内容。第四步，一组一组递删，每删一组重复指令就重跑同一组任务，完成率不能低于基线，关键错误也不能增加。某类任务开始退化，就把真正有用的约束加回来。这里有个容易踩的坑，不要凭审美判断一句话多余，看起来啰嗦的规则可能真的拦住过严重错误，看起来专业的长段落也可能从没改变过结果。评测负责留下证据，不是谁文笔好谁来拍板。对企业来说，提示词正在变成系统设计，里面有业务目标和权限边界，也有工具接口，还有评测和验收标准。这已经不是文案一个人的工作，业务负责人定义目标，产品经理画行动边界，领域专家整理重复判断，这些内容进入 skills， 任务需要时再加载。工程团队把工具接口写清楚，质量团队用真实任务做评测。下次开 agent 评审会，可以直接问3个问题：这条规则保护什么后果？还是事故留下的补丁？这段信息必须一直常驻，还是任务需要时再加载？我们定义的是最终结果，还是搜索几轮这类过程？模型越强，人越不需要遥控每一步，但目标、证据、权限还有停止条件必须由人说清楚。把旧操作手册拿出来，先选一组真实任务做基线，再从重复规则开始，一组一组递删。如果你也在改 agent 提示词，把这3问带进下次评审会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